2025年是4牛耕田，7龙治水，5人九丙，闰6逢双春，啥意思？2024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2025年也即将到来。看农历日历可以发现，2025年有一个闰6月，农历全年长度也超过了365天。根据传统历法，2025年还会出现2个立春节气，因此便有古谚道，2025年是4牛耕田，7龙治水，5人九丙的一年。古代人虽然不如现代人懂科学，但他们也会通过观察天文地理的各种变化来预测未来的年景。这句谚语到底意味着什么？2025年又是否会像这句农谚所说的一样发展呢？1. 闰6逢双春。众所周知，中国阴历和阳历的日期是有着一定的偏差的。阳历是按照地球绕太阳运动的周期制定下来的一种历法，阴历则是按照月亮围绕地球旋转的周期制定下来的一种历法。前者通常一年是365天，而后者则一般是354天。两者具有一定的日期差异，为了更方便人们计算，因此在农历中会插入一个特别的闰月。很多中国人以及外国的一些老一辈华人都会习惯于用农历，主要也是因为以前的人都靠农耕文明生活，而农历又确实总结出了一些很有实验、很有实用性的规律。中国的古代历法是有24个节气的，而节气因为出现时机的不同，又分为节气和中气。出现在月初的叫节气，出现在月中的叫中气。因为公历和农历有日期偏差，因此总有一个月会只有节气没有中气，而这个没有中气的月就被称为闰月。2025年的闰月是闰6月，因为整6月份只有一个立秋的节气，而下一个节气处暑则是在农历7月份的初一，所以6月后就加了个闰月，也就是闰6月。本来按照公历来看，2025年是蛇年，全年应该是365天，但因为插入了一个闰6月，所以全年长度延长至384天。但又因为农历的历法是融入了24节气的，而24节气之中节气相互交替的时间又是固定的，因此在2025年的时候会出现2个立春的节气，所以2025年又是俗称的双春年。这2次立春，一次会出现在年头的正月初6，一次会出现在年尾的腊月17。一般中国人都认为这种双春年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年份，因此还有不少年轻男女会特意选在这个年份去结婚。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双春年结婚不仅会多子多福，还能够双喜临门。虽然现在是科学社会，但这种好兆头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迎一迎的。有些善于农事的老人也认为，双春年会是一个丰收年，因为一年有2个立春时节，通常意味着整年气候较为稳定，更加适合农作物的生长。这也是有些农谚常说的4牛耕田，7龙治水，5人九丙，闰6逢双春，闰6逢双春，秋冬五谷丰。2. 农谚的解读。很多农谚都蕴含了祖辈的一些智慧。古代不像现代人有天气预报，只能根据长年累月的经验去判断下一年的大致年景，因此也诞生了不少智慧结晶。造码头就是古代农人用来占卜年景时所用到的一本老黄历。这个老黄历一般会印有灶神像，上面有着年历表，还有阴历节气。很多老人都会用这种方式来推演一个年份的收成。按照这本老黄历来推算，2025年就是4牛耕田。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本老黄历会将正月的12天，按照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属来划分。2025年的正月初4就是辛丑日，也就是所谓的4牛耕田。因为在以前用来耕地的都是牛，而4头牛被用于耕田，就意味着田里的农作物会生长得比较好。4头牛的数量还算是比较均衡，不是过多也不是太少。这就意味着农业生产不会太过频繁，也不会太过轻松，刚刚好的样子会让农人劳作时负担不那么重。这也表达了古代人对于未来年景的预期和祝愿。7龙治水，这也比较好理解。辰鼠便是龙，2025年的正月的第1个辰日是甲辰日。
排在正月初七。这就意味着2025年会有7条龙来治水，虽然这是一种迷信的说法，但古代人都相信龙是雨神。7龙治水就意味着这一年的降水量会比较足，对于年成丰收是有好处的。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7条龙降雨还是太多了，很有可能导致雨水分布不均，甚至某一地区发生洪涝等自然灾害。但这也只是一个简单的预测。现代人要想更好的治理农事，就得注意环境治理和资源调配，这样才能保证在大雨来临之时，生态不受影响，水土不会流失。据人们常用的历书中也有记载，每10天会有一个丙日，把正月初一当成第一天，2025年的第一个丙日就是丙午日，这一天在正月初9，所以才会说2025年是9人分丙。顾名思义，就是9个人才能分一个饼子吃。饼子其实也是一个泛指，直接和粮食挂钩，而粮食又和农事密不可分。在古代，粮食是一个国家的命脉，百姓要想安居乐业，至少要吃得饱，吃得好。9个人来分饼，往往就意味着这一年的粮食产量受到了天气的影响，这无疑是让人比较担忧的一种状况。不过，现代人对于9人分饼这件事倒不是很担心。现代中国人吃不饱的人几乎没有，只是因此这一句谚语，有些人担忧明年可能天气情况不太好，有可能影响到农民的另一些生计。不过，这种谚语也是有着一定的地域性的。中国幅员辽阔，东南西北的天气也不可能相同。同一个时期，有些地方降水率足，有些地方则会比较干旱，所以这句农谚也只能作为参考，不能完全作为判断的依据。2025年详细的天气情况，还是要根据现代人更科学的天气预报来进行预测，这样才能让农人更好安排下一年的农事。2025年的美好愿景。不论农业传递出来的信息是积极的还是负面的，但对于2025年，所有人都有着一个美好的愿景。按照12生肖来排，2025年是传统的蛇年。这一年的蛇年又被称为乙巳年，因为甲乙属于金木水火土中的木，木对应的又是青色，因此也有不少人将2025年称为青蛇年或者小青年。按照地母经这种古代历法的说法，乙巳年不论高下禾苗会很翠绿，而且春夏两季雨水会比较多，农作物也会丰收。前半句话的意思不难理解，也就是说在乙巳年，不论农田地势的高低，往往都能长得郁郁葱葱，看起来就是一幅丰收的景象。但是后一句却又在暗示，春夏两季因为雨水过多，有些地方可能会出现一些水位高涨的情况，严重一点的出现洪涝，甚至是泥石流等灾害也有可能。但春夏过去之后，秋冬两季的情况则会好一点。总的来看，也就是表示在2025年庄稼还是长得不错的，只不过要更注意天气，以免反复出现极端情况。到时候丰收不仅会落空，还有可能威胁到人们的生活财产安全。这也是一种居安思危的看法。这种农谚也是一个大致的预测，希望农民在保持一个积极向上心态的同时，又不至于忽略日常生活中的细小事情，用一种更带有预测性的口吻来解释2025年的青蛇年，那就意味着明年对于很多人而言会是丰收的一年，但是在丰收之前也会有一段动荡的日子，在这段期间千万不要轻易放弃，选择咬牙坚持才能渡过难关。总而言之，虽然命由天定，但人定胜天，这也是中国人常抱有的一种心态。正是因为中国人抱有这种心态，才能不断的发展变强，摆脱环境对自身的束缚。不论是人生还是农事都是如此。从这些古书和谚语中，我们能够收到一点启示，那就是天气和天命是人力无法去改变的，人真正所能去约束的只有自身，保护好环境和提升自己的能力，才能更好的生存在这个社会。这些农谚相比农业的实际预测意义，所蕴含的哲理意义更加引人深思。或许不同人在解读同一谚语时，会因为所站的角度不同有所迥异，但4牛耕田，7龙治水，9人分饼，
闰六逢双春这句话就是在提醒我们天时不可控，我们要尊重自然，也要保护自然。在关注民生的同时，也要注意做好粮食和财富的分配问题，确保每个人在这个社会都能够享有更公平的待遇。如此，这句农谚所带来的美好愿景才能真正的实现。结语：古代人流传下来的这些谚语听起来很神秘，但是要是了解了它背后的含义，就能发现这不过是古人在深刻认识自然界之后所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今人在看待这些谚语的时候，应该更加严谨，不需要迷信，但也不要忽略古人的智慧，这样才能更好的应对不确定的未来。